很多人都知道 K 线，包括各种 K 线形态，但始终无法精通使用。关键在于在不同时间和位置，同样的 K 线形态意义却完全不同。所以在这里，我将使用布林通道作为标准支撑阻力位判断，同时结合中轨下轨重要位置，讲清楚不同的位置什么样的 K 线形态最为有效以及背后的资金原理。我会分别以股票、商品、加密货币举例，相信可以帮助你提高交易胜率。记得订阅大帅频道，也欢迎点击下方简介，查看大帅独家 TradingView 指标免费使用。K 线的运动一定要跟住时间和位置来使用。我有些朋友喜欢裸 K 加画趋势线，能赚钱，其实也是一样的逻辑。如果只用裸 K 也不行。在我看来，任何的技术离开了位置和空间，胜率就无法保证。这也是为什么我测试过很多指标5年的数据，如果只看单一周期，胜率始终无法超过60%，只用结合共振和多周期才能把胜率提高70%以上。当然胜率也可以更高，但是机会就会减少，所以70%以上就够抵消大多数交易费率还有收益。很多人会越学技术搞得越复杂，那就是没懂，懂了就能简化。接下来我先讲出来，然后你可以反复看和练习，一步一步验证。布林通道最重要的一个位置就是突破中轨，预设参数中轨就是20日移动平均线。一段行情要涨起来，一定会有突破中轨或是回踩中轨的动作；一段行情要跌下去，也一定有跌穿中轨和回摸中轨的动作。你可以打开任意的 K 线图来看，这就是中轨的重要性。所以只要搞懂了中轨，后面就只要搞懂行情的长短。大行情赚得多，小行情赚得少，震荡做 T 反复套利，就是这么简单。那么如何突破中轨是有效呢？以及如何判断行情是大行情还是小行情还是震荡？在这里就可以运行 K 线强度和时间周期。我们知道布林通道中轨在3种状态下运作。第一种是中轨朝上，越来越高，这是一种上升状态。如果太高，则已经进入了主升行情，很难完全回踩中轨，而且回踩得很快。特点是 K 线拉出下影线，下影线越长，强度越强。如果当天收回且第二天 K 线高于第一天最好，且时间节奏不超过2天。不管是股票、商品、加密货币都是这样，直接是位置加时间。而且反弹目标也很有意思，为中轨到上轨的一半，这一点很神奇。但其实如果你看过很多 K 线图就会搞明白，当行情结束时，往往也会在中轨直接反复震荡，也是到这个位置，但是时间周期会拉得很长。这就是出货，以为能反弹，其实反弹不动。这就是为什么一定要注意时间周期。我的停损点是2个，一个是价格，一个是时间。价格到了停损点要离场，到了时间强度不够也要离场，这就是很重要的一点。这还没讲多周期。对于这种情况，想把握机会一定要看小周期。日线很难完全回踩，一旦小周期转势就是机会。可以观察1小时周期或4小时，都会有明确的强度讯号。常见的是1小时回踩下轨或4小时回踩中轨，周期越大越强，回踩的越浅，周期越小越弱，回踩的越深。我讲出来你一定要自己反复去对照，去看历史 K 线或是正在运行的行情，这样才可以彻底理解。如果中轨往上的坡度不大，此时往往是上涨初期或震荡初期，强势会在中轨和上轨之间震荡。注意布林通道是否开口。此时的 K 线形态，一种是回摸中轨收涨，就是低开或回踩中轨后收涨，如果是收口，甚至会经常跌穿中轨或在中轨附近震荡。此时要注意跌到中轨后拉出下影线，并且重新站上中轨，此时往往是一个 K 线下轨到中轨的圆弧底。可以利用 K 线合并去除震荡 K 线或2根 K 线内反包轨中档的强度，这是常见的一种形态。同时要注意持续的小幅上涨往上轨去， K 线收盘越来越高的持续小涨形态，这种其实最强势，因为其涨幅小，空间小，所以持续性强，
不需要回踩中轨。这个位置的特征是在震荡和主升之间，不一定会涨到上轨，同时时间周期往往较长，会比上面的中轨强势往上的主升周期多1到2个时间周期。这种位置不适合去追涨，只适合在中轨之下低吸，空间有限，需行情确认。想在这段行情获利，就必须会看长做短，透过观察大周期，提前判断震荡后的方向。可以做日线参考周线月线，或做4小时参考日线周线。看长做短前面讲过，时间周期也讲过，这里就不展开讲了。中轨走平或略微往下也是一样的道理，都是震荡周期。记住震荡周期的特征就是别急别追，会有更低的位置。也可以看长做短，看小周期1小时来找转势机会。如果不具备看长做短，就果断放弃震荡周期，等行情明朗的回踩。在这里分享一个小技巧，在上涨过程中，什么时候回踩中轨才是最好的机会？除了刚才讲的 K 线形态、时间周期，还有一点是空间。短期涨幅不大的第一次回踩成功率最高，如果沿住上轨涨了很久，再回踩成功率就会降低。原理其实是大周期的支撑阻力，可以自己思考。中轨大幅往下是下跌通道常见的状态，这时的 K 线形态很有意思，而且此时的机会也很多。因为下跌虽然持续性较差，但是时间却最短，遇到机会能用较小的时间抓住较大的跌幅。当中轨往下时，中轨就是阻力，尤其是斜率较大时。反弹到中轨时出现带上影线的 K 线形态，此根 K 线的特征是无法突破中轨后开始快速下跌，时间周期短，所以常有2根 K 线构成，一根反弹到中轨附近无法突破，一根回摸中轨收跌的带上影线 K 线。还有一种 K 线形态发生在下轨超跌了一段，尤其是震荡后强势反弹，这种反弹经常能突破中轨反弹到上轨附近，强度会在上轨附近减弱，然后在中轨附近震荡。K 线形态表现为一个周期较长的圆弧顶，只要中轨往下，圆弧顶形成就会继续回落。因为中轨往下，中轨仍是阻力，当 K 线跌穿中轨，就会以下轨为目标继续回落。至于是否沿住下轨继续下跌，还是震荡企稳，透过多周期看大周期的支撑位可以更好的判断。感谢观赏本期布林通道中轨技巧与 K 线形态教学。如果你想自己实盘练习，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简介取得大帅独家 TradingView 免费指标。想学习更多进阶策略和会员专属指标，可以订阅会员专区，获得完整分享和操作技巧。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我会尽量回复。别忘了收看大帅更多影片教学。